今年手机圈的最后一弹终于来了。我们今天要测的是天玑8400，发哥新一代的中流砥柱啊。那3年前的天玑8100在隔壁高通深陷火龙之困时啊，给广大玩家雪中送炭，用很不错的能效给了大家一记惊喜啊。不过，随着这2年的旗舰平台越来越卷，终端芯片要想跟上节奏呢，也是越来越难了。我想着发哥啥时候才能再来一次全民冲击呢？这一次的这个天玑8400啊，看着好像有戏啊。我们先来看看它的规格是什么样的好了。天玑8400呢，同样也有全大核8个 CPU， 使用了8颗 ARM 最新的 A725 核心。是的，它有8颗 A725， 虽然没有用 Cortex-X 的超大核，但它也一样淘汰了小核，加起来这个核心总规模啊依然是挺大的。具体来说，发哥把这8个 A725 分成了1+3+4 3种核心簇啊。最顶的那颗 A725 把频率拉到了最高 3.25G， 并且配备了1兆的 L2 缓存来充当超大核。有3颗 A725 跑在最高3G 赫，给了 512K 的 L2 充当大核。那最后还有4颗低频的 A725， 现在了这个最高 2.1G、256K 的 L2。那整个 CPU 配备了6兆的 L3、5兆的 SLC， 使用台积电4纳米工艺打造。这样的核心配备真的是前所未见啊！我有点好奇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性能啊？这一次联发科也是按照惯例啊，给我们寄了一台大板砖的这个工程机，让我们先前瞻一下它的表现。这台工程机是配备了 LPDDR5X 的8533内存，要不我们也就别多逼逼了，直接拿出 Geekbench 6跑一下分来看看吧。天玑8400的单核1651分，差不多相当于以前 X2 超大核的水平吧。毕竟只是 A725 而已啊，这个规格上跟最新的 X 系列超大核还是差了蛮多的。然而啊，这个多核性能就不一样了，天玑8400跑出了6833分的多核，直逼8进3了。哇，这8个大核确实是猛啊！但是啊，在我们的频道上，最重要的永远是能效，对吧？那没有超大核，也没有小核，就靠8颗 A725， 这个能效到底会长什么样呢？很难想象啊。那我们直接来看这个能效曲线好了。有点意思啊！看来只要愿意堆规模，多核能效是差不了的。天玑8400的中低频能效就非常的顶啊，甚至比8进3还要来得更强。比起最新的高通和发哥的旗舰，都丝毫不逊色啊。但由于缺乏超大核吧，中高频往上的能效就会略显乏力了，逐渐被定位更高的旗舰平台给超越了。但是总体来说，这个 CPU 能效在绝大多数工况下还是优于8进3的啊。作为今年的终端平台，这样的表现已经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了。尤其考虑到峰值高频的部分，其实并不会用的那么多，在实际日常使用的频点上面呢，这个天玑8400是相当有竞争力的。那如果和上一代天玑8300和 8S Gen 3比的话，那确实就根本不是一个世代的东西了啊！不过需要注意，我们毕竟测的还是工程机，不管是芯片的步进、体质，还是机身的散热，都未必和手机厂商们的量产机相同啊。这里只是给大家前瞻来看看啊，等到量产机出来之后，我们也会再更深入的挖掘一下啊。那 GPU 部分，这一次天玑8400给到了马力 G720 MC7 的规格，相当于天玑9300 58%的 GPU 规模。我们直接来看31Mark 的 SNL 能效曲线好了。即便 GPU 规格没有给的太狠，这个天玑8400依然也跑出了非常不错的 GPU 能效。虽然它的极限性能并没有特别强啊，和8进3啊、9300啊这些去年的旗舰还是有差距的。但是在 GPU 常用的中低频能效上啊，这天玑8400是完全不输给8进3和9300啊。虽然和今年的2位新旗舰比不了，但相比自己上一代的这个8300和 8S Gen 3，它的 GPU 还是有能效进步的。不错不错啊，感觉这一次的天玑8400在能效上很务实啊。在最影响续航和日常使用体验的这个中低频段呢，它的表现是相当亮眼的啊。那我们要不就玩几个游戏来看看好了啊。如果是比游戏能效，天玑8400还能不能跟得上8进3的机型呢？首先我们就拿出我们的老朋友原神来看看啊。对于最新一代旗舰机来说，原神已经毫无压力了。但是对于终端机和老旗舰来说，经过版本迭代的这个分辨率提高到864P的原神，对吧？还是有点威胁的。
那这一台天玑8400的工程机，在原神超高画质 WiFi 下的这个须弥城跑图是跑出了30分钟平均57.3帧，整机功耗6.6瓦的成绩，这个能效表现倒是有点接近一部分8进3的机型了。比起上一代的8300或者8S Gen 3，那真的是堪称飞跃了。由于这一次测的是板砖工程机，温度就没有什么参考价值，并且它也没有办法测5G。那这些我们就留到正式上市的机型再来看好了。我们换一个别的游戏来看一下啊，绝区零。绝区零其实是一个对天玑8400很不利的游戏，因为它很依赖超大核性能跟缓存啊。不过我们这里测下来，这一台天玑8400的工程机倒也不逊于一部分的8进3机型，能效还挺接近的。光影广场的平均帧率也能够跑到50帧以上，远远强于当今的各种终端芯片啊。最后我们也测了一下王者荣耀，60帧极致，整机2.8瓦，120帧高清，整机3.6瓦。这个能效的领先优势会比前2个游戏稍小一些，可能比这个8S Gen 3的机型略微强一点的水平吧。简单测了一下这一台天玑8400的工程机，我还挺期待它的量产机的表现的，因为我一开始知道这个8000系要更新的时候呢，也没有抱什么期待啊，毕竟这几年的旗舰机实在是太卷了，终端很难跟着一起卷。但是发哥这一次把全大核也带入了终端市场，实际的表现真的是让我有点惊喜的，甚至是可以接近8进3的水平的，至少工程机上是这样的。那我现在就好奇最终上市的零售机会卖什么价格了。明年这些性价比机型，搞不好可能会很香啊。那么好的，以上就是这一期天玑8400前瞻上手的全部内容了。等到正式机型上市的时候啊，我们会再来深入的测一下 spec 呀、能效啊、测架构啊、测续航啊，对吧？那么觉得这期视频有用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别忘了关注我们极宽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